因为这句话，我就觉得对啊，我没有办法练到这么厉害，那我应该要怎么办去让大家看到我？然后我当时就知道说，那我就要当最辣的，我就当最酷的，所以我当时就打电话给我那个刺青师说，我要刺全背。然后刺青师说不可能，你疯了，绝对不可能。我说我认真的，我要刺全背。像有的心理学家会觉得性就是人类最大的驱动力之一，对，就是一个原始的天性。我觉得要把情欲流动变得很艺术性，不是很生理性。你觉得需要自我探索吗？自我觉察，就是去看自己不同的那一面。一定要，而且经过这样子的自我觉察，你才有办法不断修正嘛，这是第一点。再来就是你会越来越爱自己，虽然这很笼统，但是事实上是这样。你就会发觉哇，你这样子有一点肉肉的，甚至是你很瘦，或者是不管你很矮或者是你很高，你在这样的角度顶都很漂亮。然后你可以在这个状态，你穿这样的衣服也是很漂亮的，然后很性感的，你会因此为傲。嗨，欢迎来到我们孕育，我是节目的主持人 Cecilia。今天要访的来宾呢，是我从我打算有规划要录 Podcast 节目，就是前年的年底以来我最想访的来宾，然后也是我就是来宾名单的第一名，但令我还是很爱你，对对对，但是 Rody 就是一直以来我最想要在透过这个节目聊天的过程更了解的一个对象。在认识他以前，就是我自己对钢管舞的认识其实只有局限在就是电子花车的表演，或是就是 Street Club 上面的表演。那在认识他以后，我发现原来钢管舞是一种很自在展现性感，或是很帅气，然后情欲流动非常自由，力与美呈现的那一面。那就让我们欢迎就是在社群跟表演上有时候很刚强帅气，有时候也很性感感性，但是我私底下遇到的本人非常率性灵动，然后很常开怀大笑的 Rody。 欢迎 Rody。Hello， 我是最卡哇伊的 Rody。 为什么是卡哇伊？因为我私底下都自称我自己是最卡哇伊的哦。这样可以吗？可以Rody， 你还记得就是当初你是怎么爱上钢管舞这个运动的吗？我当初在大学的时候，我是想要找一个运动去做，但是我不想去健身房。因为我当初有踏进健身房，然后发现我好像有一点害怕那个场所，因为男生太多了，有一点太阳刚的。那在场的男生门在那儿，可以先离开这里了。但是我会觉得在那个男生比较多的地方，我好像很难做我自己。对，然后我就觉得会比较容易不自在，然后比较害羞这样，所以我那时候就很想要开始运动，因为我当时是没有运动习惯的，所以当时就没有想很多。手机上看到了一个跳钢管的影片，那部影片影响我的人生。我当时是看到一个算是选秀的一个节目，然后他是一个钢管舞者，穿得非常辣，非常的火辣，出来的时候所有的人异样眼光，就很觉得你怎么会穿这样披短裤，然后暴乳之类的。对，然后当时躺在我的宿舍，我就看了这个影片，他跳完之后全部的人站起来为他鼓掌，所以我就有一点被感动到，我就觉得这就是我想要学的运动。对，然后反差非常的大，我觉得很酷，我就去报名了。然后我一开始就直接找台湾的，当时只有一间钢管教室，我就说我要报名上课，就到现在了。所以那个时候是大学的时候吗？对，大学的时候。哇，我很难以想象，因为我可以感觉到，就是 Rody 看到钢管舞影片非常惊艳的那种情感。因为其实我在看你的表演的影片的时候，我也都是就是嘴巴没办法闭上的表情在看这个表演的影片，但是真的很难以想象会就是第一个运动选择钢管舞这么
我觉得挑战性很高，然后相对来说比较小众一点的运动。对，因为当时你的想法就会是这个挑战就很高，所以你根本不会想太多，反正你做不到就做不到。那因为它太难了，我用眼睛看我就觉得这不是我能做的，而且况且我是没有运动的基础，对，所以我根本不抱持有任何期待与希望。我就觉得我就是去运动而已，然后我想要有自己的空间，然后在室内里面都是女生，对。但我当时都是一直上1对1的课程，对，因为我在念书的时候非常的害羞，对。虽然可能我同才的同学会觉得不是这样，但是我从小到大一直在调整这样子的个性。你觉得你的害羞是源自于说，比如说跟陌生人交谈会让你很消耗能量，还是你的害羞是来自于就是害怕别人的眼光？消耗能量，因为我是一个非常矮的人。哦，对，很难以想象耶。我非常非常的矮，如果我在充电的时候就在家躺着不动，然后看剧，我很喜欢待在家。但如果是面对人群或者是我的朋友的话，我会喜欢让当下的氛围是好的，对，所以会让我在接触人群的时候是消耗能量的。可是我很喜欢做这件事情，对，因为我觉得可以跟人之间有产生一些连接，或者是让大家都很开心，是我喜欢做的事情。对，但我也知道说，这时候我要上班了，然后我回家要下班，所以我会有这个区别。对，因为我很难以想象，是因为你就是在我看到你的时候，你都是一个很开心果的一个状态，就是你很会鼓舞别人，就让整个氛围变得非常非常的好。对，我好像是比较属于这样类型的人，比较敏感啦，应该是这样说。就我比较希望大家在跟我相处的时候都是感觉到温暖、开心的，然后甚至有点疯癫都可以。对，哇，因为我看到的你真的就是，我觉得对我看到的你是对自己的很多的状态，或是很多的热情是感到非常非常自在的一个人。我其实印象很深刻的一个事情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你跟我聊到说有一些就是第一次想要接触钢管舞的人，然后他来参观你们的工作室，然后因为钢管舞的练习要穿的很少很少嘛，那你可能是穿着练习服的状态去跟他们 say hi， 对，然后他们有一点点吓到，都会被吓到。对，我前阵子也是在教一个学生，然后我就突然上课上一半就突然脱衣服，他就整个很惊慌失措，说老师你干嘛？你怎么突然要穿这样？我说这很正常啊。对，你说在团体课嘛？那就是很正常。对，就是确实大家一开始都会不是很习惯。对，但我很就是觉得很厉害的地方是在于说，你那时候跟我说，你心里面觉得你想要对对方说的事情是哪一天，如果你觉得你很自在的时候，你也可以穿得这么少。对，确实，对，我觉得很佩服。因为第一个就是大家对于穿的比较少这件事情，都会觉得好像很别扭，或是很有批判性。对对对，因为不习惯嘛，甚至是怕传到网络上，可能亲人啊、家人会有一些不好的舆论等等的。对，所以等到你准备好，你就再这么做就好了。但是我一直都是非常习惯这件事情的，所以我很自在。就是这就是我的工作。那我在工作上，第一个我一定会化妆，我一定会打理好自己，我会穿很辣。这很重要，因为学生看到你就会觉得哇，老师今天好美哦。那我也很想要学钢管，我想把钢管跳好，我也想要这么漂亮。所以你有点你比较像是展现自己很美好的那一面，然后去更鼓舞别人，我觉得其实也是一种领导的过程。你透过展现你自己的力量跟美，然后去领导他人，让别人觉得他们也可以跟你一样好。对，确实，哇，我真的就是充满佩服，因为我的个性其实我也会像 Rudy 一样很内向，但是我的内向就是属于说
我不会有那种要很认真鼓舞别人的状态，我比较时常是保持在一个下班状态。因为确实我自己讲也是有一点害羞，我有一点女权主义。我一直都是从小到大都是比较为女性发声的一个角色。对，这是我好像是天生的个性就是这样子。天生的就是想要跟他们战斗，就是对，但我也不会真的去做这件事情啦。但是我会知道这件事情是不对的，所以我会运用在我的工作上或者在我的生活上。那我会比较希望这样子，不管是女性或者是比较弱势族群，都是可以更勇敢一点的。对，所以你想要透过你自己去鼓舞他人，就是为自己的权益，就是更努力，然后更就是争取发光发热。对，当然，因为人的一生就很短，一定要这么做。你在大学的时候开始学钢管舞，那时候你学的是平面设计，是。那其实钢管舞有一点，虽然也是一种艺术类型的展示，可是就是这个职涯的转换嘛，像是职涯发展的转换，其实蛮大的。有没有什么时候你会怀疑自己，就是放弃平面设计，当一个钢管舞的选手跟老师还有推广者这个决定？我在我高中学观光设计的时候，学设计或者是艺术的时候，我就知道未来长大我不会做这一行，然后我迟早就是要抛弃这件事情的。对，我不会以这个为主要的工作。对，因为我从我高中到大学的时候，我就知道念设计就是打开我的视野，并不是我真正的未来的职业规划。非常庆幸我在高中我就选择念设计这件事情，因为我当时就很明确知道我是比较属于艺术类别的工作，那我一定要对于美感是有基本的认知。但是当时还不知道我真的需要跳钢管，其实我当时还并不知道，可是我知道我未来一定是会走比较偏艺术性质类的工作。艺术性质的工作一定要对基本的设计概念，然后视觉、平面，甚至是广告设计都有一定基本的能力。对，所以其实我在我现在的工作一直处于优势的原因，是因为我有过学习设计的能力，所以我在看我们的文案啊，或者是我们的广告啊，或者是我们的作品，都有一定的，我自己认为啦，我都会比较严谨一点，然后有一定的水准。对。所以你从以前就觉得艺术的产业是你的志业，只是在遇见钢管舞之前，你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艺术。对对对。所以当你开始加入，就是投入钢管舞这个运动的时候，你就觉得就是它了，是这样子吗？其实我当时学钢管的时候，我立志我绝对不教钢管。对，我就立志觉得说我就是要当一个钢管舞者，然后去表演，但是就是很天马行空啦。对，我当初就觉得教学就是很商业啊，不知不觉走到了教育。对，教育的这一块，其实是因为真的我当初想的太表面了，我没想到教育这一块这么的有趣。对，所以其实是我一步一步，然后才发觉到原来我是有教育的特质的。我一开始不收学生，那是因为有几个学生说，老师你一定要我想要跟你学习，你能不能开课等等的，是一开始是这样，不然其实我一开始都是在表演。对，然后那时候其实我就已经有累积到一些喜欢我的人，他们真的会到现场看我表演。对，然后慢慢的就开始有人询问我能不能开课，那我是因为这样才开始进行教学的这个行业。对。那从
一个表演者跟教育者这两个角色，你觉得最有分别或是共同最有成就感的事情是什么？共同有成就感的事情就是要很有同理心。表演我说的同理心，很多人会遗忘这件事情。我在表演，大家会觉得我很有爆点，很帅气，那是因为音乐啊等等的，或者是在排舞的时候，我都会以观众的角度，我希望看到表演者做什么，我希望看到这边有个爆点，或者是这边突然有一个音乐的转折，我自己会去转换角色。我是一个观众嘛，那我希望舞者在这时候一定要突然很辣，突然一个眼神啊，然后情绪的转折，音乐的爆点，我会这样子。对，那教育的话，最基本就是要有同理心嘛，对，就是要理解他为什么做不到，跟要理解他做不到可能很挫折，然后帮助到他就是跨过去这个困难。不一定要是非常可能属于安慰的那种状态。其实我并不是这种的，说真的没有关系啊，或者说像妈妈这样子，我其实不是，我就说很正常，就是做不到就是做不到。但我们只是练习，大家都是这样子。那你要有同理心的意思是说，他在这个阶段是做不到的。其实我自己是知道的，我是明白这件事情的。但是我要怎么能够让他坚强起来，还是能够持续的训练，或者是做这件事情？那其实是要有给他一点力量的，并不是全部都是好像比较属于比较柔性的安慰啊或鼓励。所以我有时候会不时的给他们一些好像很精神喊话，现在就是我们就起来，然后再做一次。因为其实你相信他最终会做到。对，就是一定老师嘛，教育者一定要有这样的力量。你要有这样的能量，那学生其实就会觉得哇，好啊，那我现在做不到没关系，因为老师是相信我的，那我现在就站起来，然后我再试一次，再试一次。对对对，我觉得真的在自我怀疑的时候很重要，就是有一个经历比你更多的人，然后更专业的人，但他相信你做得到，所以你就可以克服过你的自我怀疑。因为老师这么厉害，但老师相信我，所以我就可以有相信我自己的能力。确实。那 Rody 你主要学跟练习的是特技钢管舞，那跟一般我们在电子画册或是一些商业表演，像是夜店或是庙会的钢管舞有什么不同吗？钢管舞的本质没有不同，不同的就是商业模式跟训练，然后还有一些专业的知识性。对，那其实我是觉得在夜店或者是电子画册，大家也不用太给予负面的评价，因为就是氛围的需求嘛，需要炒热气氛，所以才有了这样的工作出现。对，那其实我也是很敬佩这一些舞者的，因为其实如果你是说电子画册的钢管舞，他们的本身的专业并不是钢管舞，他们可能就只是 dancer 而已。对，所以其实他们要马上在很短时间去学会钢管的一些竞技倒挂等等的，其实对他们来说是非常辛苦的。对，所以我们就是尊重每个行业，这样就好了。对，了解。因为我其实印象很深刻的，而且也很佩服的是 Rody 在一个 podcast 的访谈里面有提过说你有特别跟你的服饰赞助商，对，就是提出就是他们要去同志大游行的活动，然后你提出你很想在电子画册上面表演，然后这件事情我很佩服的地方是因为你在特技钢管舞上面一定要投入很大量练习，然后会有很多淤青啊、受伤，然后投注非常多的心力，然后最后变得非常的专业跟专精，但是你没有因为你投入了这么多时间跟心力，然后变得特别优秀，因此就是觉得别人跟自己有什么高低之分，或是有什么不同。对，这是我觉得很钦佩的地方。我一直就是非常想跳电子画册。我有一个学生，他们的公司就是也有办春酒，他们也租了一个电子画册让我表演。真的假的？我的愿望一直都是想要去跳电子画册，因为我觉得其实电子画册只有在台湾有。这是一个文化，对，非常非常特别的文化。那也只有电子画册可以搭配钢管，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希望可以一直保有这样子的表演，
因为就很辣，很好玩啊，然后很嗨，很有对，就很嗨，然后很在地哦。对，然后其实我就是很喜欢，然后搭配我的一些技术啊，很帅的技术，就是有一种反差感，对我就觉得很有趣。哇，很酷！我还想一下，我人生当中还有什么活动可以办，然后可以请 Rody 来电子滑车，但就很开，然后我觉得大家也会渐渐的对电子花车这件事情比较改不会有观对就改观，因为我觉得我也不会一直想要去污名化对这件事情，对我就是只是希望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台湾的这个文化，这真的只有台湾有电子花车，所以就非常酷，对，就保留它就好，尊重这个文化，对。哇，因为在台湾的社会啊，其实我觉得蛮多人还是会很容易觉得，就是性感会是好像等同于说可能不太正经。那你怎么看待就是这样子对性感这件事情的刻板印象？不正经这件事情，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蛮不正经的人。我本来就是疯疯癫癫的，说实在的，对。那不正经这件事情也成就了我。我觉得我非常庆幸这件事情，因为大家就会觉得说，这件事情好像有点不正经啊，或者是有点太性感啦，然后不好啦等等的。但是因为这样的反差，我持续努力的做，在下面下苦功，努力的训练，这中间的训练非常非常的辛苦。我回想到我以前的训练，我就觉得我当时到底是被鬼附身还是怎样？我到底怎么能够熬到现在？对，所以也是因为大家认为的不正经，然后让我非常的叛逆，不断的练习，然后成就了我，所以他才会觉得哦，原来他们想象中不正经的事情可以做到这样子。所以你把性感变成是一种很专业的事情。当然，因为性感、情欲这个就是人性。对，因为每个人对于情欲这件事情上，或者是我们讲直接一点，性都是有需求的。对，那你要把情欲这件事情表现的淋漓尽致，就是你要非常的，这个其实是需要经过训练的，也不是说你今天吐个舌头你就很性感啊。对对，所以其实我也一直不断的在练习性感这件事情，然后可以让女生、男生都可以爱上我。哇，就是大家就会觉得哇，好，我真的是进入里面，我看到你表演，我整个也被我的情欲也被带起来了。对，所以这件事其实是困难的。像有的心理学家会觉得性就是人类最大的驱动力之一，对，就是一个原始的天性。我觉得要把情欲流动变得很艺术性，不是很生理性，就是单纯只是很生理上面的事情，真的要花费很多的精力练习，跟你觉得需要自我探索吗？自我觉察，就是去看自己不同的那一面。一定要，而且经过这样子的自我觉察，你才有办法不断的修正嘛，这是第一点。再来就是你会越来越爱自己，虽然这很笼统，但是事实上是这样。你就会发觉，哇，你这样子有一点肉肉的，甚至是你很瘦，或者是不管你很矮，或者是你很高，你在这样的角度顶都很漂亮。然后你可以在这个状态，你穿这样的衣服也是很漂亮的，然后很性感的，你会因此为傲。所以我觉得透过这样的训练，你会发现自己不同的美。所以你会觉得说，就是吸引力或是性的吸引力，更多是来自于就是你对自己感到很自在，或是你觉得你很喜欢自己，觉得自己很好，所以想把自己给别人看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性感、魅力、吸引力都要来自于自己。对。而不是别人的认同，绝对不是，因为什么别人要认同你？对，不可能，也不是说不可能，不会一直有人需要认同你这件事情。那认同这件事情一定是要发自内心的认同。那他要如何发自内心的认同你？你一定要散发出某种特质。
这个特质不是说我们用语言可以叙述出来的。假设你在工作上面你很成熟，你就很有魅力，甚至是你在跳舞里面，你在你的兴趣里面，然后你很认真，然后你把它做得很漂亮，这也是一个魅力。所以一定是当然是从内在再慢慢延伸到外在，这个过程中你一定要非常的接纳自己，然后发现到自己的美，别人才有办法被吸引。这个是我一直认为的。对，那像比如说例如我这种就是很拘谨跟很容易受别人评价跟眼光影响的人，假设我是你们就是 studio 的学员那你会第一步你会怎么样让他放开，就是放开脸？其实我都会讲说真的没人在看你就是其实基本上大家会放不开的原因都是你觉得很多人在关注我，很多人在看我，然后我也有很多这样的学生，刚开始来上课的时候，他们觉得很尴尬，然后不敢做，不敢脱衣服等等的，然后我就会说，我真的大家都没有在看你，只有我在看你，学生没有人在意你。我就说，你看学生每个人都一直在照镜子，没有人在乎你，大家都在看，对，大家都一直在看自己有没有漂亮啊等等的，或者是看老师，真的没有人在乎你。所以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不要把自己一直看得很重要，你会一直觉得你是世界的中心，所以你可能才会觉得很害羞、很尴尬，然后我不好意思啊。但其实你褪去这些，你觉得大家都没有在看你的时候，那这些都是你的姐妹、你的朋友，那你就会慢慢变得自在，这也是需要练习的。对，因为像好，假设我们现在这个场合，那如果你说现在我就要开始表演，我就是可以直接脱衣服，就是我不会觉得很尴尬，因为这需要练习，因为我知道这件事情啊，就是不管是我要脱衣服，我要展露我的身材给大家看的时候，或甚至是我要让大家看到我性感的那一面的时候，会很害羞，没有错。但是如果今天我只是要让大家看到这个表演的专业性，或者是我现在只是在练习，那有时候你就把这个角色转换，我现在就是一个舞者，我要让大家看到厉害的作品，那我要呈现出来是什么，所以我转换了。那今天我是学生，我今天是去练习，大家都是去练习的，大家都从零开始，所以我只要专注在我身上，那我其实我就会慢慢的不会那么不自在了。对，所以把自己沉浸在这个表演或是作品的一部分，你就不会一直关注自己。对，哇！因为像我自己也是，我参加健美比赛是我人生第一次穿比基尼的时候，就是人生第一次在公众场合穿这么少。对，那所以因为你以前也是蛮内向害羞的，所以穿钢管舞表演练习服也是你人生第一次穿这么少在就是大家面前，不是在游泳池。我一开始就是都还是穿那种比较保守的泳装，或者是运动短裤，然后渐渐的才越穿越火辣。这个是可以练习的啦，就跟重训一样，渐进式超负荷就对了。就是你就慢慢觉得，好像也还好，好像大家也没有很在意你，然后好像你可能突然多长一点肥肉，但是好像也不是那么注意，然后也没有发现。那其实就像我说的，有时候大家不会一直关注在你身上，对，其实你不要一直这么认为就好了，或甚至是可能去比赛啊，我以前都会觉得说我一定要得名啊，我一定要怎么样，就年轻的时候我会这么认为，我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怎么样，我的口头禅就是我一定要得名，我一定要怎样的。但其实这样激进的方式其实让我产生一种压力，我的内心其实产生一种压力，所以渐渐我就没有把自己放得那么重要。对，就是我觉得我专注在自己身上就好了，这样其实就慢慢的不会那么的不舒服了。对，因为你刚刚有提到说你一开始抗拒去健身房是因为觉得男生然后很多，或是你会害怕，就有点不自在。但在钢管的表演要展现性感的同时，就表达性感的同时，你会因此就是会有一些男性的凝视，会让你不舒服吗？或是一些可能搞不清楚界限，不知道你在表演跟一般日常的界限的人，你的想法是什么？
回到刚刚，为什么我去健身房会觉得不舒服？然后因为有很多男生的，因为那时候就是比较年轻嘛，所以对两性之间并不是这么的了解与成熟，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只要女生进去健身房，这么多男生，那男生就会喜欢我，就会看你，这是不是他在看我？对，我就是一直觉得自己好像世界的中心那种感觉，对，所以你会觉得不自在，然后你可能打个喷嚏啊，或者是咳个嗽，然后人家都要注意到你，所以因为这样觉得很不自在。那其实就是渐渐的发现并不是这样，就健身房男生只在意自己的肌肉，他们根本不在意你，对，所以并不是这样的时候，其实就是也是慢慢练习，然后到表演的时候，大家真的，如果你在专心表演时，其实这个很特别，这个等一下我再分享。当你在专心的表演一件事情的时候，观众可以感受得到，你很专心在表演一件事情，对，这就像是好父母他可能会不认同我这件事情，可是当我很专心很认真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就会相对的很认同我，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互相的。当我表现得很专业，然后我很认真，观众他也会以尊敬的心态来看待，他就会看待就是艺术作品的对，因为你打从心里也是这样相信，对，所以其实一直以来有可能有一些词语比较没有那么礼貌，但是我好像都没有太直接的被冒犯。对，反正他们是很尊敬你的。对，我记得有一个比较印象深刻的是，我在很年轻的时候，有在一间算是酒吧表演，然后我都是跳，可能就是特技都是跳竞技，然后那时候是有保安的嘛，都是会有保安啊，然后照顾我们的安危，因为可能船比较少，然后当时就是有一个观众就想要跟我拍照，然后就比较近，可能有一点忘记了，不知道是不是有搂我还是怎么样的，保安瞬间直接把手机抢过来，把对方的手机直接抢过来，然后请他离开。对，所以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是还蛮被保护的。对，我觉得我蛮被受到大家的算是尊重啦，所以蛮尊重我的。哇，父母一开始是不太理解吗？就是对于钢管的确实投入，比较不理解。那他们第一次看到你表演是什么时候？现场啊，好像是我比赛的时候，我妈妈跟我姐姐，我爸爸第一次看我表演的时候是在我姐姐婚礼上。你在姐姐婚礼上表演，完了，我已经办过婚礼了，我来不及请你来表演，还是我在结婚？我当时很好笑，就是我姐姐要结婚，就说，因为我跟我姐姐感情非常好，我就说那我一定要跳一个钢管表演献给你。那我爸当时就很生气，说你不要再给我乱咯，因为很多亲友跟长辈，他说你不要给我乱哦，然后不要这样子给我丢脸。但当时我真的蛮感动，我姐姐跟我姐夫还有我妈妈就站出来，就说你真的很不懂你女儿，她跳的是非常，她能够跳得很艺术的，就是说他们就很坚决要我表演。对，他们就说我们不要理爸爸这样，所以我当时就真的在我姐姐的婚礼表演，我爸马上落泪。真的这样很骄傲，然后很激动这样。他很激动，可是因为我爸爸一直在我的印象里面都是比较严肃的，所以我当时看到他哭，我就冲进去厕所，整个大爆哭，因为我真的是可能被惊吓到。就是你的情绪那时候也很丰沛，对，就觉得真的是蛮感动的，所以我当时就知道说我爸爸认同我了，虽然他不用讲，但是我知道他当时是认同我的。对，哇，真的很感动诶，因为我记得你有提过说你刺青这件事情，然后爸爸是很伤心的。我爸是非常伤心的。我们家蛮严格的，比较传统，但大家不会相信。对，我很难想象。其实我们家不传统，因为我爸爸妈妈都蛮年轻的，他们都才跟我差20岁左右，对，他们蛮年轻就生我，但是我在我爸爸眼里，我一直都是蛮爱撒娇的女儿。对，因为我是小女儿，然后我都算是比较会撒娇的。然后我爸爸对于刺青这件事情，但他是不希望我出社会之后受到一些不平等的对待啊，或者是一样的眼光，所以我们家从小就是不能刺青。
对对对，所以当时被我爸发现我刺青这件事情，真的是真的是伤害很大。对对，可是我当时也一直不断的跟他修复我们之间的关系，我就是将近有2年的时间吧，都是用写信给他的。对，然后一直跟他说我是不后悔，然后我也是很认真的思考过这件事情，然后我已经成年了，我会为我做的事情负责，这样子。你是开始练习钢管，然后比赛之后才刺青的吗？对，还是对对对，所以那个时候是因为你很喜欢这个艺术。其实我刺青跟钢管有原因，因为当时我爸爸就讲说，再怎么练钢管，我都没有办法像是体操选手一样练到这么厉害，因为我不是从小学体操的，也不是从小学芭蕾的。那我当时就因为这句话，我就觉得对啊，我没有办法练到这么厉害，那我应该要怎么办去让大家看到我？那我当时就知道说，那我就要当最辣的，我就当最酷的，所以我当时就打电话给我那个刺青师说，我要刺全背。然后刺青师说不可能，你疯了，绝对不可能。我说我认真的，我要刺全背。所以一开始我其实对于刺青是没有太大的想法，可是我立志我要当最辣的钢管舞者，所以我就刺了。就是你的个人特色，你的一部分。对，我对于钢管这件事情我是非常冲的，就是我在表演的那个时候我要很辣，我要很酷，对，我要很有特色。所以在钢管舞这件事上，你就是企图心很强。企图心吗？就是你想要做到极致，是，这算是企图心。但是我应该算是对作品非常的要求非常的高。可能像我平常我在录作品的话，我可能就是录一整个下午，这个脚不行啊，这个脸这个表情不行，这个灯光不对，所以我们的小编被我训练到现在非常厉害，他所有的学生都说哇，他超级会录音的。对，因为他每次录我压力都非常大，而且我是真的会非常严肃对待这件事情。我说这个脚这样不对，这个要低拍，这个要高拍，然后这个灯光要怎么打，然后剪接要怎么剪。对。那你有没有就是怀疑或是想过这种高标准或是很有点完美主义这件事情有没有伤害过你自己，或是伤害过你的关系，比如说朋友或是伙伴，有没有过？一定有，这个是个性嘛。我是非常完美主义的人，一直以来我对于工作或者是我喜欢的事情，或甚至是我的外表，我都非常算是极度高要求。但随着我慢慢变得成熟，因为我现在也要30岁了，随着我慢慢要变得成熟，我开始改掉很多的想法跟口头禅。像我以前我刚才有提到说，我都会说我觉得，我认为，我一定要，我会有这样的词语。然后朋友大家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聚在一起才是怎么样。对，那也因为这个过程中我遇到了蛮多事情，对，所以就也开始去自省自己是不是放过自己也放过别人会比大家比较舒服。对，那当然在工作上我还是非常非常高的标准。这个没办法因为自己创业嘛，如果我的标准不高，公司就倒了。所以我一直也很庆幸我有这样的个性。但是在私底下的时候，其实我还蛮因为我现在的男朋友被影响的。对，可能像以前我们可能刚交往的时候，然后在家里我都会布置的非常好，因为我是非常完美主义。然后可能我在家里有一次不小心打翻了咖啡，我就整个陷入一个非常低潮很不开心的状态。那当时我的另外一半就告诉我说，我们现在冷静下来，它只是倒掉而已，那我们把它擦干净就好了。然后我因为这样的练习，有很多小事情的练习，对，我才渐渐的觉得这件事情也没什么，这个没有关系。然后我甚至在对于我的工作上面的排版也会有很高的要求。那我现在也会开始觉得说，其实有时候也不用那么商业，那你慢慢的也让我比较舒服。但没有办法说一夜之间马上改变，要从很多小事情去改变。对，所以我现在虽然还不是做得很好啦，但是有时候遇到一些比较不开心的事情，我就会比较把它容易转换说
其实这个也没有关系，然后我们可以把它再擦好，或者是把它再拿起来，这样就好了。对，所以有了情绪稳定的另一半之后，你会觉得你更有弹性一点。我觉得情绪稳定这件事情一直是我的课题。因为你情绪很丰沛。对，因为我是马上超开心，我可以超开心，然后不开心我就是掉到谷底。然后我是一直在上下，我很少有中间的状态。我在教课也是一直很开心，然后突然不开心的时候，我就会觉得，那我现在要如何教课？所以我经常会有这样的情绪。对，那也因为这一段时间，一定人会长大嘛，就是成熟，越来越成熟，那就开始会从很多小事情去练习啊。那我觉得情绪不稳定或者是有这样的状况也没关系，就是可以练习的。对。我想偷偷分享我自己的小观察，有可能我自己脑补，但是因为我有你的 IG 嘛，然后我就是有看你以前的照片对，然后你以前是笑起来很漂亮的女生，你现在还是，但是你就是在跟学长交往之后，你的笑容变得是，当然还是很美的笑容，但是我觉得多了一份就是该怎么说，就是我看到你的笑容我也会很开心的感觉。我以前看到你的笑的照片，我是会觉得怎么会有人笑起来这么好看，但现在看到你笑的照片，我是觉得看你笑我也觉得很开心。我觉得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一种感觉，确实好像有一点不同了。对，因为小时候的那个时候，我真的就是一个非常就是很疯狂的人。我是一个很疯狂的人，我在私底下的时候，我开心就超开心。但因为创业，然后跟我另外一半的关系，我觉得很多的磨练，让我开始慢慢变得比较有不同的美，应该这样讲。对，我就开始变得比较成熟，就发展出不同的面向的你。对。因为你现在在经营你的工作室，然后是去年也搬到更大的空间。两间都在，对，原本的那个还是保留嘛。对。那从就是一个专业的舞者，然后到老师，然后变成一个创业者，你觉得这个过程最难的部分是什么？就是决策。做决定，我觉得我也是做决定非常非常的困难。以前就是我开心就好，因为你只要顾你自己，对，我只要顾我自己。但是你经营一个工作室，要大家共好，要好多学生跟同事，然后狼性要出来，我觉得很难。对，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希望大家都很开心，可是当你是一个经营者的时候，你需要有狼性的时候，自己也会面临到这个转变，会是不太适应的。对，但是你不得不转变，因为你的责任不一样大，对，跟责任的范围不一样了，责任不同嘛，所以要顾到整个公司的内部的状况，让大家要共好嘛，这个非常难，所以我在做每一个决定的时候都要很小心。对。那是什么样的原因会让你决定你想要开始有自己的工作室、自己的团队？那你在开始之前，你有没有怀疑过自己，或是在这一路的过程，你有没有自我怀疑过？自我怀疑一定会有的。人生就是一直在自我怀疑的阶段，这一秒觉得我超棒，然后下一秒觉得我在干什么？对，一直，其实我觉得每一个阶段都会自我怀疑。那时候为什么要有工作室的原因是，其实我原本就有设定自己说我在几岁的时候要成立工作室，但我原本以前设定的是在30岁。对，可是我真的是当时不得已要开工作室，因为当时的学生比较多了，所以需要有一个空间让他们可以上课跟练习。然后我就觉得差不多了，我要给他们这样的环境。我当时的声音就是我要有能让他们有这样的环境的能力嘛。那其实我就跟我家人讨论就是说爸爸，我要开一间工作室。我爸爸
在创业的这条路上给我非常多的建议跟想法。这样，我那时候就说我要开一间工作室，我爸爸就很直截了当的，你身上有没有多少钱？他就直接问我这个，就很实际啊，你身上有没有多少钱？我就说没有。所以我爸就说好，给你1年的时间存到这一些钱。对，我就觉得怎么就是还要存到这1年，可是我现在就想要开了嘛。爸爸你怎么不疼我？我当时确实有这样的想法，因为我就是那小孩子嘛，就会觉得爸爸你就要疼我啊，给我这一笔钱吧，这样。但我爸就说给你1年的时间，你要有存到这个钱的能力，你才能有办法做老板。不然你现在跟我讲什么都是空的。对，我当时其实也蛮理解，我就存了1年，我就回家，1年存到了，爸爸，我就跟爸爸讲说，爸，我存到了，我要开工作室。我爸就说开吧。然后就没有任何的帮忙。但是我非常的感谢他，我就自己在那边搞啊，然后自己油漆还找朋友来帮我漆啊，然后自己在那边定做 logo 啊什么等等的，就自己都自己弄，很简单就是用我当时存的那一笔钱，然后去做这个小的工作室。对，那我记得我回家的那个时候，我都弄完了，我爸就问我说有没有钱吃饭，这样，然后我就说有啦，我还有留一些钱。对，但是那时候好像身上也没剩多少钱，就几万块吧。对，那我爸就说加油，就是这一条路就是很不容易这样。对，那我就这样子头就洗下去了。所以其实我在创业以来，我爸爸跟我妈妈还有我姐姐都是给我很多精神的鼓励跟支持，没有任何的金援。那现在对着镜头说，爸爸现在可以再疼我。但是我觉得我撑过去那一条路，然后我非常理解我爸爸在说什么。对，如果你没有能力赚到那样的钱，并且学会运用资金的能力的话，那你就不要创业。对，但也可能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受用这样，可是你今天要创业，你对你自己的金钱的运用一定要了解。那我觉得在成本上你才有办法去把关嘛。对，如果今天我爸可能给我100万，我就觉得这100万就很简单，反正那个窗帘嘛，我就给他10万花下去，我也没在怕。但是自己在做的时候，你就精打细算，不一样。对对，就会想尽办法，就是更开源节流的。对，然后你每一笔钱你就觉得哇，这个可能我要教几堂课我才有办法存到这些钱你就会非常的就是谨慎，很谨慎，值不值得这样子。对，你就是在对每一个你在买东西啊，或者在成本这些，你都会去很谨慎对待每一笔钱的运用。对，那在开工作室的这一条路上，有没有做过就是现在回想起来超想打自己的那种决定？有啊，有。就是可能在跟同事啊上面都会比较没有界限。这个我也是，但我到现在还是，我是治不了我的毛病。然后可能会觉得我对你这么好，然后什么等等的，但其实想来想，就是这个事情确实要发生的，因为一个经营者不能没有界限。经营者永远就是对品牌无私的奉献付出，但是那也因为也是我的品牌嘛，我的孩子嘛，但是不一定我的员工也是要这样子。对，所以在这之中，我对员工或者是我对我的同事，甚至是合作伙伴，我跟他们要有界限。界限的意思是说，我不能要求他们要跟我一样，我要无私的奉献，因为每个人的梦想不一样。对。那或者是我也不能可能100%的去投入在对每一个人的付出上。对，因为其实常常有时候大家就会讲说，我付出给你这么多，但是为什么是这样？就为什么你会最后这样子？这个就是不甘心嘛。所以如果我知道说这件事情会让我伤心，我的付出并不是不求回报的。对，那其实这个讲的就是很实际，我只有对家人会不求回报。对，如果其实今天对同事，我对你好，我也希望你对公司好嘛，这个就是互相，因为想要互相。
对，所以这就是我说的界限，这个就是确实影响我蛮大的。那你会觉得你是那种现在的好是那种加分型的好，还是就是默默减分型的好？我指的是说，像我以前也是那种，就是我对一个人好就是100分，然后慢慢有一些事情让伤心了，然后就开始一点一点的减少。你觉得你是哪一种类型？是那种慢慢增温型的，还是？我现在对这个人好，我都会想我会不会不甘心，我会不会想要他回报我。如果我觉得他可以不用回报我，我就会对他好。哦，就是你觉得你可以对他好，然后你就忘了这件事情，你就不放在心上。对，如果今天我买了一个蛋糕给他吃，那我会不会也希望他相同的未来可能也想到我？可是如果我发现，我今天买一个蛋糕给他吃，但是他就吃得很开心就好了，我不会期待，我没有期待他可能过3天也要这样对我，那我就送他。可是如果我今天有期待，那我还是不要这么做。对对对，因为其实这样子我对别人好，可能也会给别人压力。哦，对，确实。所以其实我现在用的评断的方法就是我会不会不甘心，然后我会不会也期望你也这样对我。对，如果我不会，那我就给你，反正没关系，我就是希望你开心，这样而已，就是很简单。对，我觉得它好像是每一个就是老板必经的一个历程，就是从一个我全心全意，到慢慢就是好像有点自我怀疑，然后到后面你会找到一个自己的调试，或者是你自己调试的一个方法，或者是你自己评估的一个准则。对，但是我都还蛮建议大家可以去寻求一些比较专业的帮助，就是可能像諮商。对，因为像我遇到这件事情，我都有去諮商。对，其实我才会比较能够理解跟放下这些事情。对，不然其实以前就会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子，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难道对你不够好吗？你可能就会很内耗，一直在那好像恋人的关系。对，你就没有这个界限了嘛。对，所以其实我也是因为去寻求比较专业的帮助，我才有办法理解，就是有办法梳理自己的情绪。对对对对对。我一直都觉得若丁你对你的 studio 的影响很大，因为我有一个很印象深刻的事，也是就是上次吃饭的时候，你跟我说，在你的工作室一起练习的时候，然后就是你们有6个钢管，然后会先一起练习一个很基础的动作，然后后面会有一些比较有难度的动作。那在有一些学生在练习有难度的动作的时候，大家会就是也浮夸吗？可以说浮夸，就是非常踊跃的一直帮他加油，然后给他很多很多的鼓励。这个我觉得很钦佩，跟我很想象不到，因为以前啦，我自己乱想，我会以为说就是这种很展现性感，然后很多身体跟女性化呈现的运动，会不会有那种就是雌性竞争的那种元素，很像现在很红的那个什么单身级地狱的那种感觉。但结果在钢管舞练习的时候，你们的学员是非常互相支持的一个群体。那你觉得这是只有在你们工作室比较特别的氛围吗？还是你觉得钢管舞运动它的文化就是这样子的？其实在女生比较多的地方就是会比较这样。你说互相支持，女生不是我说竞争竞争，女生多的地方就会有竞争嘛。这个就是比美嘛，比漂亮啊，比厉害啊，比谁受欢迎啊，这个其实还蛮正常，不像男生兄弟说之类的，就比较随性一点。所以在女生比较多的场合，就要特别用心去建立这一块文化。你反而觉得正是因为这种会想要竞争的氛围，所以你反而更努力想要把这个经营起来。一定要。所以我总是会，可能我们的学员我就说你很辣啊，美啊，正哦，就是我会给他们这样子。对，然后也会他们可能做的一些动作啊，好，不管是美跟丑，我是讲实话，这个这样有点怪哦，这样不是很好看。然后他可能调整，这很辣哦，很水哦，大家爱上你。就是我会讲这种比较开玩笑的词语，然后让他们比较放松。那甚至他们就会跟同侪之间，其实我们教室有一件很酷的事情，我们
不太能，除非有位置才有办法临时插班，不然我们的一个团体课程都基本上是比较熟悉的同学，他们一起课都要一起上课，所以他们都会比较认识对方，对，所以就会比较有这样的文化，因为跟彼此都同侪都比较熟，那他们渐渐一开始虽然不太认识，越来越认识，然后就有办法去开这种玩笑，越来越活泼。那我也会去当像是在中间去做一些调和剂，我说很辣哦，水哦，你去帮他干嘛？你去帮他擦一下拐啊，你那个借他还是怎么样的？对，我就会尽量让他们是可以互相帮忙的。对，所以你很希望就是提升他们的凝聚力，让他们可以有互相支持彼此的。一定要，就像我说的，人生这件事情，虽然很老成，但是人生这件事情，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寻找的，就是一个算同温层嘛。对，算是一个舒适圈啦，就是可以互相理解的人。对，那我们需要创造这样的舒适圈，让别人来这边上课是觉得舒服的嘛。当然，女生多的地方还是会比较容易产生一些竞争啊等等的，那我们就尽量把这个文化去建立起来。或是你会觉得更像是那种更良性的竞争吗？就是我看到它很辣，所以我也要很辣的那种性。会，确实会这样。对。那其实我们会认识跟之前第一次见面是因为你在准备健美比赛，对。那你会觉得说当健美选手跟特技的钢管舞的舞者，这两件事有什么相同跟不同的地方？训练模式不同嘛，那健美在饮食上面的规划非常严谨，你可能一不小心很直接就影响到你的身材，可是钢管运动就是运动表现，对，你运动表现好不好，但也不是说可以乱吃啦，比起健美选手来说比较能够有多一点的弹性，对。那再来的话就是训练的当下，在钢管的训练上需要极度的专注，然后也需要敏捷度更高，对，因为你可能一不小心你就会受伤对，你没有接到，对，受伤风险很高。然后可能在解动作的过程，因为钢管有非常多不同的动作，那我们在解动作的过程中很需要有逻辑的能力，因为要去思考这个动作怎么做。但是在健美选手的训练上面，需要的是比较高质量的训练，就是每一个动作你要把动作做到质量最好的状态，然后要非常非常的专注于在每一个动作。对，所以其实在训练的过程就不太一样了。对，我会觉得健美选手的心境是蛮静态的，就是很像在修行。对，很像在修行。可是在钢管选手的话，你要很爆因为你在做很多动作就是突然一个爆发，你要马上接到，对，就会不太一样。那你在备赛健美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受不了，好像在你知道，好像在出家还是在修行的那种感觉？就是怎么会每天都这么平淡，这么一致？你会不会觉得好无聊？是这样？我还蛮喜欢这种无聊的感觉的，很稳定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我还蛮能独处，然后我就能充电，我可以戴个耳机就非常专注。对，我不用跟任何人社交，然后我可以去思考说，我不管在工作上啊，或者是在生活上，我可以有更深的思考。我一直在思考，也可以一直在思考。所以虽然在感受那个动作，但我可以思考很多事情。所以其实我觉得非常静态，然后我还蛮喜欢那种感觉的。对，就是很喜欢那种跟自己内在连接的感觉。对，但是在钢管的训练上没有怎么独处。你现在就是要一直很像有人在后面拍你，你就自己要是那种两个角色，一个是你自己是选手，然后一个你就是你自己的教练，你要不断的好像拍自己的背说赶快给我上，不要怕，你现在就是要做，你要一直有这样的情绪，所以要一直自我对话。对，一定要，因为很多动作你不敢做啊，然后会觉得因为我可能做一个动作我会受伤就是失败很多次，那这个失败就对心理会产生阴影，就觉得那我下次不敢做啦，你会怕嘛？对，那其实你就需要自己能够跟自己精神喊话，就说好，我这次一定做得到，我这次一定可以，我不要再怕了。对，就不太一样。钢管舞它需要的体能素质啊，如果跟武打还有体操比起来，你觉得
不同点是什么？因为跟健美就是蛮不同的话，是健美的饮食控制跟训练的模式。那体操跟舞蹈上面呢，还是你觉得其实这三者是有很多共同点的？因为钢管舞需要具备的条件就是所有条件，要有舞蹈的美，然后要有对体操的体能，你要有律动嘛，要有体操的这些体能竞技，还有你要有翻滚的竞技，但不一定每个钢管舞者都要有，因为像我去年比赛是比hard 就是比较竞技类的，那有一些不同的类别，可能像是old school 这种就是比较偏性感的，或对。那如果我是比较竞技类的话，就很需要有翻滚的技能。对对对，那也要有爆发的一定嘛，肌力、肌耐力、柔软度、活动度。对，你不是说只有柔软度，你要有办法做到那样的活动度。对，所以你柔软度跟肌力就是要具备。如果有一天钢管舞变成奥运比赛的项目，你觉得规则会怎么设计？其实钢管运动有非常指标性的比赛，像是 IPSF。对，可能大家没有听过，在钢管的产业是非常知名的。这个创办人他经过10几年的争取，虽然还没有办法进入到奥运，但是这个组织已经被国际单项运动总会联合会认同了。对，大家都还在努力啦去做推广，所以钢管运动也很需要大家的关注支持。没错没错，因为其实奥运的成立需要3大条件嘛，其中一项的条件就是至少在50个国家内成立运动协会，可是目前钢管只有20个国家成立运动协会，所以还需要一段路。就是需要扩展到更多的。确实，但是一直在努力的这条路上。像是因为健美比赛在韩国的发展就是很早，就是比较成熟，可能比较商业化。那钢管舞这个运动在亚洲的话，是在哪一些国家有比较早开始发展，或是比较成熟吗？就台湾最不成熟。台湾真的好慢，在韩国、日本都好成熟啊。你说就是有很多基础的群众，就是很多，然后上课的学员也很多，甚至是不是说只有跳舞的学生哦，是他们国家的人民都非常认同钢管舞这件事情。然后甚至香港，我在前几年有到香港去做一些 workshop 工作坊，我有稍微跟他们聊过。他们女生要么去健身房，要么学空中舞蹈，要么学钢管。哇，非常，所以他们对于钢管其实就是相同等于健身房，他就觉得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运动选择，非常常见。你一条路在香港一条路，你可能就5、6间钢管教室，而且他们的钢管教室规模大到他们一根教室可能15根钢管这样，是非常大的。而且因为钢管要很高挑嘛。其实真的就是基本上就有点像健身房了对，或是类似现在台湾很盛行的皮拉提斯公司，对，那么盛行的更大对，就非常非常的盛行，非常盛行了。但台湾在近期几年来才开始盛行，还没有那么成熟，但是我觉得在成长的状态了。对，那你觉得台湾的钢管舞就是发展就是比较慢的原因，跟你觉得阻碍点是什么？因为台湾有电子花车啊，这是传统文化。我觉得大家就是被局限于电子花车有个刻板印象。你看我们比别人可能有更特别的电子花车钢管，可是我们却比别人不盛行。就是你知道这人就有一点打架了，但是就可能因为我们有电子花车的关系，所以大家对于学钢管这件事情就是不认同排斥的，在前几年来说啦。对对对，所以这也是我一直立志于推广钢管与运动的关联性。我一直在做这件事。我觉得其实钢管舞是一个非常，就是跟很多其他运动一样，是非常赋能的一种的运动跟一种应该说艺术的类别，就是因为你会透过克服很多的问题，然后达到你开始相信你自己有能力去克服很多日常生活或是人生当中的
困难跟阻碍？因为在钢管有一个最需要具备的条件，就是你要很能耐痛。对，耐痛的能力要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而且可能还要能够耐晕、耐痛跟耐晕。因为其实钢管是有固定管跟旋转管，对，旋转管就真的很晕很晕，这个需要练习啦。会就是类似于很多人去空中瑜伽空余跟那个五球会晕布类似那样的概念吗？还是更严重？很严重啊，很严重。对，钢管真的是，但空环或者是抽掉也是会晕的，就是五球那种，对，也是会晕。钢管的，因为要痛加晕，就真的非常不舒服。对，你要忍痛，然后又要晕，你整个就是双重的不舒服。对，了解。如果现在有一个人他来问你说，就是我想要把兴趣变成我的人生志业，你会就是想要对他说什么？很好啊，可以啊，行。对，但是因为兴趣是对于你自己嘛，兴趣是我自己喜欢，在职业上面就是你要有办法让大家喜欢，你要能够帮大家解决问题，这两件事不一样。兴趣是你自己喜欢，你要能够明白这件事情，那行啊，一定就 OK 啊，兴趣变成职业 OK。可是如果你不明白这两件事情的不同，你觉得你只要喜欢就变成职业，那困难度就很高。对，因为兴趣就是你喜欢就就 OK， 这是很单一的状态。可是如果你要变成一对多，让大家都喜欢，甚至要帮所有人解决不同的问题，这就是它变成职业困难的地方。哇，真的就是，但我觉得 Rudy 真的是一个非常发自内心，就是推己及人的一个状态，就是你把你所热爱的事情，然后用这个改变你自己，然后再透过这个去推动、去改变别人、去领导他人，对，给予很多女生或是喜欢钢管舞的人很多很多的能量，或是像我这种既不会跳舞也不会钢管的人，但是我光就是了解你的故事，我也可以从中获得很多很多的启发跟能量，真的非常非常谢谢 Rudy。但是我觉得我们两个很幸运的时候是，我们都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变成教育者这样。真的，我觉得我们两个都是很幸运的人，就是因为有大家愿意，真的就是认同我们的价值跟提供的理念，然后确实让我们可以有所就是成就。对，真的。那就谢谢 Rudy 今天来我们孕育，那非常感谢 Rudy，谢谢 Rudy 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拜拜。